接下来呢，我为大家去演示一下我们的湿打薄，就内打薄当中的湿打薄，用牙剪做湿发打薄。Stay forever. 湿打薄当中，我们去做高层次内打薄，一样，上面离发根近，越往下走，离发根越来越远。湿打薄当中的点打薄，剪刀和头发形成90度的角，这样一下一下做点状打薄。刚才是慢动作，那我可以演示一下，在正常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去打。可以这样偏快的动作去打。你在剪的过程当中要逐渐往外退，这个叫高层次内打薄。打好了以后呢，它的整个内部结构面是收紧的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做的是低层次点打薄，牙剪形成90度穿透头发，下面靠近发根，越往上走越远离发根，形成一个堆积的内部结构。快动作，刚才我们演示了垂直打薄，那现在我们再来演示斜向打薄。所谓斜向打薄，顾名思义，发片是斜向分区，把发片提拉起来以后，刀平口在下，做出往外抽的动作，往外抽的动作，记住平口在下，往外抽。这个就是湿打薄当中的抽打薄。那如果我们这个地方要做收紧，就是高层次，那我们边做边往外退，也就是说，第一个入刀的发束靠近发根，然后渐渐的远离发根，再远离发根，再远离发根，再远离发根，它的展开面就是这样的一个去除面。当然，我们在做斜向打薄的时候，也可以做出堆积面。当我们把它的发片斜向提拉起来的时候，做堆积面，一样，发片拉至90度，刀也是平口往下，然后呢，下面靠近发根，越往上走越远离发根，往外抽，这就是我们说的抽打薄。刚才是慢动作，现在是快动作。这样打的头发呢，没有痕迹，比较柔和，而且有推动力。记住，刀口和头发呈几乎平行状，往外抽，这样呢才不会有印子。移动式抽打薄，就边移动边抽着打，把头发垂直面拉出来以后呢，剪刀45度斜向入刀，越往上走，然后越靠近发尾，边移动边抽着往外打。移动式抽打薄，增加发尾柔和。以上就是内打薄、湿发打薄当中的3种方法。第一种点打薄，主要是垂直发片，它主要调整头发的内部空间。第二种抽打薄，它主要是斜向发片，在调整内部空间的同时，还能够增加流向。第三种移动式抽打薄，它在解决转角上下区之间的过渡和衔接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作用。所以3种打薄的手法
3种湿发打薄的手法，基本就可以解决我们在做湿发内结构的时候的所有问题。接下来呢，我为大家去演示一下内打薄当中的干发打薄。首先，将一个发片提拉起来，提拉至90度，并均匀的输出。发片不要有折叠，90度头皮。然后，如果我们要做的是一个堆积，那就是从下而上，下面的地方靠近发根，越往上走越远离发根，形成一个堆积的内部空间。注意，这时候在剪的时候，剪刀刀尖一定不要张得太大，微微的张开一点就好了。然后呢，入刀的角度几乎是和我们的头发是成平行，有一点点角度就可以。然后每一刀必须要穿透过去。当然，刚才演示的是属于我们的低层次内打薄，一样也可以做高层次内打薄。那高层次内打薄相同的道理，先将头发发片均匀的梳理，并且拉至90度，然后呢，刀由上而下的去剪，上面靠近发根，下面远离发根，剪出一个去除的内部结构。注意，每刀必须要穿透过去，并且很均匀的剪好，剪出它的一个高层次的内部空间。移动式点打薄，它打薄的原理和点打薄刚才的是一样的，但是呢，因为这个手法通常会用到转角的位置，所以它要配合手位的移动。首先将转角往下的头发以及转角往上的头发同步带出，带出了以后，转角往下的头发可以接近发根的地方，刀架在手上，然后呢向上移动，刀架在手上向上移动。在剪的过程当中，剪刀微微的张开即可，千万不要张得太大，角度也不要太大，否则容易剪到一块一块。还有左手呢，平行地面，平行我们的头皮，然后逐渐呢，随着头缘往上移动。好，转角往上呢，提高角度。这样呢，在头发的内部就形成了一个堆积的内部空间。但是因为在我们的头骨的上部区，如果直接拉起来去做，可能手会抬不高，会没有办法去操作，所以人站到侧面的时候，把这里的头发拉起来，然后呢，从下到上，这样越往上走越远离头皮，转角往上带高角度，移动式的这种点打薄，会让头发的内部空间快速的建立起来。在比较偏短一点的头发上面，这个手法立竿见影，快速建立头发的内部的空间。移动式点打薄可以由外往内的去做，当然同时也可以由内往外的去做。这样，用由外往内以及由内往外的两个手法结合，来处理两边的平衡感。挑打薄也叫编织打薄，首先将一个发片拉起，当然如果能配合宽齿梳，会更加的操作便利，操作起来会更加的得心应手。均匀的将每一个发束挑出来，剪掉多少不重要，留下的状态才重要，让头发形成一个非常均匀的通透的内部空间。将挑出的部分，如果做的是低层次内部结构，由下而上，这样呢就会形成一个堆积的内部空间。
当然挑打薄呢，也可以做去除，一样将发片均匀的输出，并且非常细致的挑出很均匀的间隔感。然后要做高层次内打薄，由上而下，这时候就会形成一个去除的内部空间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来演示一下内打薄当中的飞剪打薄。将一束头发提拉起来，剪刀呢接近于和它平行，当然我们用的是弯刀，接近平行，然后这样慢慢往外剪的同时，好，头发一点点的落下。这个快动作，这个慢动作就是这样子，快动作是可以把每一束头发剪的呢比较有支撑力。它也可以用一个快速的方法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来演示一下飞剪打薄。飞剪打薄其实是将一束头发拉出来以后呢，剪刀和我们的发束呈几乎平行状态，然后一点一点这样剪掉，一点一点往外退，这种剪出比较具有张力、比有动挫感的这种质感。好，快速剪就这样。这个一般做在短发上面，做那种比较有张力、凌乱的质感。好，飞剪打薄，飞剪打薄，树状打薄。剪刀的角度和头发几乎成平行，然后一点点这样点掉，快速的点掉。当然，我们也可以做垂直面的片状的飞剪打薄，比如这样拉起来，刀从这里。飞剪打薄呢，可以建立强力的内部空间感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开始去做打薄当中的外打薄。外打薄主要做的是它的线条和纹理。那外打薄的手法呢，它有分为两个，用这把单刃刀，来做。一个手法呢，就是我们做这样子，发尾做挑的划，就挑起来划。那手是这样压开，压下去是开。压下去就开，然后挑起来是关，压下去开，挑起来关，所以手腕是不动的，只有手指动。这样，这个呢一般处理的是发尾以及发际线的位置，这样往上挑，用手指发力往上挑，压的时候开，往上挑的时候关，这样。这样可以把发尾做得非常的细腻柔和。第二个手法，把刀收到掌心，然后刀在划的过程当中呢，手腕和手指同步去动，是这样，同步，这样呢可以把线条纹理、流向感做得非常好。这就是我们当刃刀在使用的时候两个手法：手位压低挑起来，压低挑起来，压低的时候张口，挑起来的时候闭口。这个主要是处理发尾的柔和感。第二个手法就是把刀放在我们的手心，手腕和我们的手指同步做一个弧度，摆出一个弧度，这样呢是做我们的线条纹理的摆动感和流向感。那在做每一束头发的时候，其实我们都要注意我们之前讲到的4大要素：第一，流向方向；第二，位置；第三，角度；第四，深度。
我先来讲一下第一个元素，就是它的方向感和流向感。如果我们的头发是往后走的流向，当我们把一个发束挑起来了以后，那我们要入刀的这个面就是在它的后下角，后面下面这个角。好，当我把后面下面这个角剪掉的时候，头发的这种纹理和流向就呈现出来。但是当它垂落下来的时候，会发现暴露在外面的是没有被剪过的地方。这样呢，不但有线条纹理和摆动感，同时头发的质感不会受到太多的破坏。所以，如果我们这时候剪的时候剪错了，直接下刀，那剪的就是什么？就是头发的表面，那头发就毛了。可能一束没有什么很大关系。当整个整一个头都是用这样错误的方法去剪，那有线条的同时，但是质感就会被完全的破坏。所以我们在做这个线条纹理的时候，第一个一定要找到它的流向。像这款发型，比如说我们的流向很明显是往后走的，那我就知道了哦，往后走的时候，它的隐藏面是在后下角，它的暴露面是在前角以及我们的上。所以我们剪的时候一定要避免表面的头发被破坏，一定要避免前面的头发被破坏。所以我们只能从后面下面的这个方向去入刀，这样。好，这样剪好了之后呢，质感保留，线条纹理呈现。当然往前做的时候呢，如果它的流向是往前走的时候，其实也一样。那我们要做的时候就得把这个发束做一个翻转，那也一样。我们这里的头发呢，目前是流向是往后走，那这边是顺手的，另外一边是不顺手的。那我们不顺手的这边去做的时候该怎么办呢？那就需要我们把这边的发束做180度的旋转，这里的发束做180度旋转，把后下角旋转为我的右上角。下刀回去了以后呢，还是后下角被剪掉，依然保留了它的质感。所以利用扭转发束的方法来解决两边的协调和平衡问题。第二，位置。一束头发，我们可以从它的靠近发根的地方入刀，也可以从靠近发中的地方入刀，也可以从发尾的地方入刀。从发根开始入刀，更多的时候是让头发呈现出通透的空间感。因为从发根入刀了之后呢，我们会发现它会剪掉的头发很多，它的整个内部的空间就会被打开。内部这个通常都是发量比较多的情况下，会从这个位置去入刀。当然，我们也可以选择从发中的地方去入刀。那这个呢，通常是为了呈现头发的线条与纹理。好，从发中开始入刀。这时候呢，线条和纹理就呈现的比较好。当然，我们也可以选择从发尾去入刀。发尾入刀呢，主要解决的就是发尾的柔和问题，通常就是层次和层次之间的过渡，也可以是底线。这就是在不同的位置，它所针对的功能是不一样的。当然，我们在剪这个头发的时候，还要注意的一个点是它的角度。第三就是它的角度。角度呢，我们可以低，也可以高，区别在哪？众所周知，头发的角度拉得越高，剪好之后它的张力、支撑力就会越强；角度越低，有线条，但是支撑力就没那么强。所以越往下走，枕骨点往下的地方，角度要放低；过了枕骨点，越往上走，角度要逐渐放高。所以这就是我们上下的空间的角度。当然也有一个就是侧面，当我们做流向的时候呢，也是有两个角度。
我们可以把这里的头发提拉起来以后呢，在原位直接入刀去做，这样剪好以后呢，它有线条，但是张力不会特别大。我们也可以选择把这里的头发拉到前面，相反的方向，流向往后走，但是往前拉，然后再去做。这样做好的时候，它的整个张力就会显得特别强，摆动感也会特别强。这就是角度，上和下起的是空间支撑和服帖，两侧前后越往大的走，头发张力越强，摆动感越强。在原位有线条纹理，但是没有太强的摆动感和张力。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深度，那深度呢，其实也就是去掉的量，我们可以选择把一束头发减掉1/4，这个只是增加了头发的柔和度，不会改变太多的亮感和摆动感。当然，我们也可以选择在一束头发上面去掉1/3，这时候对它的摆动感就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，摆动就会更强。当然，最多的时候，我们甚至可以把一束头发去掉1/2，也就是一半。这时候不但它的摆动感和流向，包括它的亮感也会发生很明显的改变。所以，不同的深度其实相对应的目的性也不一样。如果只是说去掉1/4，那纯粹就是加强它的一个柔和度；去掉1/3，加强它的摆动感；加强1/2，增强摆动感的同时拿走它的量，增加空间感。所以，当我们在做线条纹理处理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记住，每一束头发都要考虑4个大的元素。第一，它的流向往哪边走？向左、向右、向上、向下。第二，我们在哪个位置去入刀？是从发根入刀，还是发中入刀，还是发尾入刀？第三，我们是应该给它小角度，还是大角度？低角度还是高角度？第四，我们入刀的深度是比较浅的1/4，还是比较适中的1/3，还是比较深的1/2？只有把4个元素全部在一束头发上都考虑到位了，然后就要放射到一个面，再放射到一个区，这样子结合到最后，整个发型出来了以后就会非常的完美。该多的地方多，该少的地方少，该强的地方强，该弱的地方弱。线条打薄当中的另外一个处理手法，倒滑。顾名思义，它是用倒着去滑。那这个时候呢，需要手和刀的配合。首先，刀是斜向45度入刀，然后呢，慢慢在空中划出一条弧线，到90度左右出刀。所以45度入刀，90度出刀，45度入刀，90度出刀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刀是要做一个边划边剪的动作，边划边剪的动作。因为如果只是在划不剪，那头发就容易毛掉了；如果只是剪不划，那这个头发被剪掉了，就断掉了。所以我们这个动作呢，是需要刀和手之间的配合。这样，所以刀是在空中划出一条弧线，45度进刀，90度出刀，45度进刀，90度出刀。在这个过程当中是边划边剪。当然，这跟刀也有关系，因为这把刀它有推动力，刚才讲过了，它是双刃刀，有推动力，所以不容易把头发直接剪断掉。好，这样呢会增加它的支撑力。当然，这个手法更适合在短发上使用。好，接下来是徒手修饰。如何将这些毛糙的头发修好？那就是要用到徒手，划出一个弧形，接触点是面，不是点接触，是面接触。为什么双刃刀它比较宽呢？就利用双刃刀的宽幅，用面来接触头发，这样可以把头发剪得特别的干净。正手、徒手。好，反手徒手。